对许多人来说，北海岸遥远又难抵达，没有高速公路，总带点距离感。但对我们而言，这里就像后花园一样熟悉又自在，说走就走。这次我和先生用散步的节奏，走访这条我们最熟悉的滨海路线，带你走进藏在巷弄里的私房美食。有开在透天厝里的手工凉面，也有一杯只要30元，还能坐看海景的咖啡小据点。最后再带大家去我们私藏已久的海鲜火锅店，这样的好，连在地人都未必知道。这趟旅程，我们将带你看看我们后花园里几样熟悉的经典美味，还有那些一直舍不得公开的海鲜小吃压箱宝。现在在富基渔港的立旬生鱼片，今天来到这边呢，本来有2家生鱼片在选，立旬之外还有一家叫做张专业生鱼片。那立旬呢，看评价人家都说它很划算，尤其是这碗鱼汤150，然后里面哇鱼肉超级多。听说有4种鱼这样子，对，然后生鱼片也新鲜好吃这样子。另外呢，张专业生鱼片它走的是另外的路线，是很特别的品相。可是我们刚就是还在选择的时候，发现张专业生鱼片今天没开，那就没有悬念了，就是来吃立旬。对，有吃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讲说，吃起来怎么样？先从生鱼片开始，今天呢这一盆是500块，那因为想要吃甜虾，所以请老板帮我们配在里面。然后他可能有更换一些他原本的配置啦，这样还是500块钱。那如果单点甜虾的话，一尾是40块。现在吃个旗鱼，第一口先蘸一点点酱油就好了。它退冰退的还不错，然后没有什么腥味。我们吃生鱼片的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嚼，慢慢嚼，让它大概放个15秒，让温度上升了之后呢，如果还是没有腥味的话呢，就表示这个品质是不错。可是你慢慢嚼呢，还有回甘的感觉出来，那你就是赚到了。一样鲔鱼来沾个酱油。刚刚旗鱼非常鲜甜，很好吃，鲔鱼真的稍微就有点腥，不过要补补啦。对，希望不是每次都这样啦。再来吃软丝，虽然已经是白白的，没有完全透明的状态，可是还是可以吃得到它那种黏口、非常鲜甜的感觉。这是大家的最爱，看起来就是好吃的了。好吃的。鲔鱼的话，鱼肉是鲜甜的，可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在意有没有足够肥美的话呢，还是要多花一点钱去选部位会比较好。试一下这个泥性啊，这其实是所有生鱼片里面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但是这家处理的还不错，它的味道呢不会过酸过重。龙虾，哦，你每次去吃生鱼了，一定必点的东西。这虾还蛮鲜甜脆口的，然后上面那个应该是鳟鱼卵，刚好给它一个比较浓厚的味道的点缀。其实这间店啊，大家最主推的是这一碗味噌鲜鱼汤。它这样子150，可是是一个大碗公，而且里面不是碎鱼肉，全部都是这种大块的鱼片。上桌的时候，我真的有被它吓到，很超值。然后来这边呢，就是没有点了生鱼片，又觉得很受不了，所以还是又点了生鱼片这样。对。好，我们来吃吃看它的鱼肉。这碗很可以耶，你不要看它全部白白都是鱼肉，那你还是可以吃得出它不同鱼种之间呢肉的结实度跟口感跟味道的不同。我觉得真的是蛮棒的，虽然说我叫不出这些鱼是什么。我们刚问老板，他说每一天呢，他都是有3、4种鱼种下去煮这个汤，他是用边角料，可是我觉得真的很不边角啊，肉其实都还蛮完整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刺，就是吃的非常的过瘾。那我觉得大家来呢，这一碗汤真的是必点的。那生鱼片呢，就是符合 CP 值，但是没有超乎，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来，我来的话，我一定必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嘴有点太刁了，对，因为我们生鱼片真的吃超多啊，去日本啊，去到处去吃这样子。这甜汤真的是 VIP 耶。怎样 ？VIP 才能吃 MVP 吧？啊，对 ，MVP 啊，对。我们现在来到知味香玉米，
这件玉米呢，很多人都觉得它非常的贵，可是呢，排队人潮还是满满的，人那么多呢，一定还是有它的道理啊。听说它的玉米呢是先用石头焖熟了之后，然后再到机器去烤，然后那个机器呢，它就是自动化，让它可以在那边转，但下面放的还是炭火，所以会有炭火的香味，结合传统跟现代两种优点。对，而且你看现在后面就在用石头焖玉米，超酷的，真的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你看超酷的吧？对啊，它就是这样一层玉米一层石头，一层玉米一层石头，然后把它全部焖进去。对啊，而且现在就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飘出来，真的很有特色的烤玉米。拿到热腾腾的玉米了，我们买这只158块，那当然也有小只一点的。你来，老板就会先问你说，哎，你有没有来过？有来过，他就直接报价钱给你就对了。好，我们来吃吃看。它的酱料蛮刚好，不会过咸，然后咬下去那玉米呢是有 Q 度的，而且炭香味超级浓。然后一般我们在吃这个时候会觉得，有时候酱太多会，弄得嘴巴都是，它不会，它还是保持干爽，而且外面有那种微微酥的感觉，非常的棒。而且酱很均匀。对，所以它会排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它整个吃起来呢，就是有一点中药香气，然后再加上它酱上面呢有一种坚果的颗粒感，所以吃起来真的是很舒服。它其实就是花生。对，那我觉得小只的也好，就是如果你想省钱的话，叫老板挑小只的给你。对，省一点钱吃屁皮，可是大只的也很棒。没错，就是大只的话呢，可以吃到它玉米的颗粒啊更大颗、更饱满一些。对，所以我觉得是值得一试的。如果你觉得说，价钱可以接受，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够好吃。等玉米的时间，忍不住来买一杯世味鲜榨柠檬汁，就在玉米的旁边，应该也是他们家的。我们上次呢，就是没有买到玉米，结果这一家有开，我们就只喝柠檬汁，结果喝了就上瘾了。这次来呢，就是一直被它吸引，觉得没有买实在是说不过去，赶快来喝一下。这家的柠檬特别香，它酸味我觉得还好，它的糖度呢调的就是让你很平衡，可是你的嘴巴又不会有那种黏腻感。我很喜欢它那个柠檬的香味，尤其是这种透露出那种柠檬皮的那种油香，你知道吗？精油感。对。现在这间呢是灶商小卷米粉汤。前几天有观众私讯问我们说，我们有拍一间什么北海岸的小卷米粉，他找不到。结果我们自己用力回想了很久，发现不对，那个小卷米粉是在东北角那附近。我大概帮他找了1个小时就找到，我想说这种东西应该只有东北海岸，而且他跟我说咖啡50块。其实我跟你讲，因为在北海岸是往淡水这一个北海岸，咖啡没有便宜，都是180是一个基本的这样子。对。不过等一下会介绍一个就是超级便宜的咖啡给大家。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好了。好。经过观众一问呢，我们的灵感就来了，想说把北海岸这些便宜划算的小卷米粉给它收集起来。那其实除了这家灶商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家，我们下一次呢有空的话再去把它收集起来。对，我们上次是要拍，然后结果它刚好我没开这样子。那天显示有开，我们先吃这些看看。我们点的这一份呢是炸小卷米粉汤，它很贴心的是炸小卷直接就帮你分盘装好了，非常懂饕客心里在想什么。我跟你讲，他刚刚这个炸的这个上来说，你有没有多给啊？老板，你这样子多给的话，到时候其他我们观众来吃的话，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拍起来那么多，我吃起来那么少？结果他说他没有，他就是给正常这样子，然后正常就5只，然后如果是小卷是大只一点，就是4只这样子，所以大家吃应该会这样。中等的大小。来吃吃看。哇，先来喝一口汤。哇，它汤很咸香看到汤头乳白色，我就觉得哇，一定不会错。而且它的油葱我还没有吃到，就已经觉得一定是非常棒。颜色看起来是新鲜的。它这个汤底学的是那种鱼骨，然后炖很久到那种胶质白色的那种颜色。喝起来其实蛮清爽，但是咸味又很够。这个米粉用的是粗米粉，我喜欢吃粗的，因为呢，它口感这样很滑溜，又不容易噎到。我跟你讲，这算是细米粉，它是细米粉中的粗米粉，还有一种很粗的，像米苔目那种，你有没有印象？魔鬼中的天使。米粉也好吃，对不对？我觉得它汤头真的非常的棒，我们2个喝起来都很喜欢。来试一下它的炸小卷，觉得很酥脆的感觉。
大家都说里面很柔软，然后外面很酥脆，然后我刚刚看咬下去，几乎整个汁都喷出来，所以也很多汁。有时候对着我拍我也很尴尬，因为有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吃得很丑，大家多包涵一下。但我觉得咬起来算是蛮容易，里面真的是很鲜嫩而且甜美。它的炸皮呢是属于很酥脆那种，所以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放在一起很好吃。它那个炸皮有点类似肯德基的鸡块，好吃哎。除了炸小卷米粉汤之外呢，它也有一般的有烫的那种小卷，所以就是看喜好来点。但是呢，炸的真的大家很推荐。对，而且蛮特别的。哇，它的蒜泥鲜科这个个头也非常的不小哦。来看一下，你看这比我的拇指还要大的，试一下。我看大家几乎评论里面都有点这一道，满满的海味，真的是很新鲜，没有腥味，就像评论上大家讲的一样，真的是吃得到牛奶味的那一种。因为鹅啊有一种称呼叫做海之牛奶，就是我觉得是牡蛎等级的鹅啊，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啦。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人家写牡蛎，我就会觉得好像它比较大颗，比较高级一点的感觉，对对对可以生食。再来是炸白带鱼，这份呢是150块。我本来想要上来的可能会是炸白带鱼卷加工过的，没想到是这种一块一块的。很分量很大对。我们之前去济州岛啊，就是觉得什么东西的海鲜都比台湾还要再棒一点。可是我觉得唯一会输给我们就是白带。大概这样子吧，600块台币。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分量大概只有小那个600块一点点而已，可是是150块，而且还用炸的，就非常的奢侈，你知道吗？好吃吧？非常的细致。所以我觉得啊，去济州岛不一定要吃白带鱼，因为我觉得台湾就已经很好吃，而且比较划算一些。可是老板招待我们的泡菜，不好意思，又是相机福利，我们来试试看。那个泡菜非常的够味，后劲很强，它对我来说算是辣度蛮高的，所以喜欢吃辣的可以点起来，非常的，尤其是配这些炸的东西，非常的搭。你觉得它的 VIP 是哪一个 ？MVP 啦。对。想一下哦，我觉得其实都蛮好吃的，炸小卷也好吃，鲜科也好吃，我觉得通通都要点起来。我们现在来到台电北部展示馆的门口，我们刚刚吃米粉吃得太忘我了，没有注意到它的营业时间。它营业时间只到4点20分，那现在是4点30分。那你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你要介绍这里啊？因为本来想要到楼上去喝咖啡看海，这边的咖啡我们真的觉得是全北海岸 CP 值最高，因为它的咖啡呢铜板价好像30块而已吧，20块，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对，而且我记得还可以续杯，可以看海。对，但虽然我觉得它里面没有到说哇非常装潢很漂亮，可是我觉得很舒服，人气够强，而且它看海绝对不输其他的那个咖啡店。在北海岸，我跟你讲，喝一杯咖啡是180起跳。没错，而且它还有台电冰棒，你可以一边吃冰棒一边喝咖啡，你还可以沾着咖啡吃冰棒。我现在有点生气又有点难过，因为我是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喝咖啡的机会的。我觉得这真的很划算。虽然说我们很久以前有拍过，可是那个大家应该都找不到那个影片了。我不想告诉大家这件事，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回去找影片，我会很尴尬。那影片拍的之烂。对，可是我们每次来赌，上次有一次有来拍，结果他刚好里面在办活动，又没有办法进去拍。可是很推大家来这边吃一个冰棒，里面也可以玩啊。如果小朋友可以玩一下，有一些互动装置，然后上了2楼的时候，哇，坐在上面喝咖啡真的是划算好吃，我觉得非常亲民呐。对，等下一次我们再来碰碰运气。而且海景非常的棒，推荐给大家。你怎么上班时间跑出来冲浪啊？这样会被投诉，赶快回去上班啊！大家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2楼的地方，然后看过去是那一片海，登高望远，很棒的。这
一间是顶寮红枣笋凉面，我们现在在人家家里的透天厝的庭院，对超酷的，吃这什么凉面。我跟你讲，这间就是我看到我们好朋友莱恩天喜莱恩他们来这边吃，然后说很好吃，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样。他说我们一定要来试这样。我们今天点的是综合，然后是中碗，已经这么大分量了。对对对，我们刚刚前面也吃了不少，也不可以吃太多淀粉啊。对。它旁边还有附一个泡菜，我们把它加进去。好，我觉得很酷因为像我们平常，我们一般台北市或是台北人很少有人家里是住透天的，所以你可以享受这种透天的下午茶，真的很酷。哇，把它加进去。这个泡菜也是很好吃，它的酸是比较多一点的，刚好放在凉面里面，也不能说解腻，因为凉面本来就蛮清爽的。更爽快。对，我刚刚吃的凉面啊，你看它的面体就是比较细一点点，然后非常的 Q 弹，很喜欢把它搅拌在一起吃吃看。我喜欢分开吃。刚刚我们那个芝麻酱加了非常多了，但是呢，它有芝麻的香气，但是完全不会有那种酱全部粘在一起的黏腻感，很喜欢。而且它的面体非常的 Q， 很有嚼劲，很好吃是有点像细的拉面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跟一般我们在吃的凉面完全不同的感觉。是你会知道它是凉面，可是吃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出乎你的意料的好吃。这是一碗你吃的半饱，还是会整碗吃光光的凉面？我现在开胃了，我吃完马上开胃。很好吃，很好吃哦。我觉得里面有些评论就是说它很好吃，很好吃啊。有些人觉得普通，可是我是偏向是于大家说很好吃的那种会惊艳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叫红枣笋啊，会让我有点误以为我可以在凉面里面吃到红枣。会是因为它的发型的关系，像一个红枣吗？好吃好吃，推又很酷，享受那种蛮不一样的环境。对对对对对。它的辣油非常的香，喜欢的可以整包加下去。我觉得也不会太辣，所以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是海盐柠檬红茶，其实它喝起来有一点咸柠檬的味道。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整体味道不会太过浓郁，所以作为一个搭配的饮料是很棒的。我们现在来到鱼露小站吃火锅。这间店呢，是我们被朋友推荐了之后来过一次，就一直想要再来的店。那一直找不到什么机会来拍，因为想说如果单放一集的话又有点单调。那今天这个企划刚好就非常的适合，也很想要把这间店呢推荐给我们的。虽然我们前面吃的还蛮饱，不过还有肚子可以吃，我们就就是来夹卡。对，然后这一间是我之前在这边上课的金山北海岸一姐黄老师推荐的，他每次推荐的东西都很好吃。对对对，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菜单哦。我刚刚虽然说是夹卡，可是你看它的肉类价格跟外面一般的连锁火锅店其实也都是差不多哦。所以你像它这个培根牛啊是420，然后就是一个火锅套餐，然后还有像一些鱼啊什么的都是400-500块啊。当然还有更好的就是那些海鲜类，它海鲜类很厉害。我跟大家讲，火锅的灵魂就是汤底，他们家的汤底又刚好是超厉害的那一种。我们上次呢点了最便宜的柴香柠檬，还有我点肉骨茶，但是我们最后呢最喜欢的是柴香柠檬。我真的非常惊艳它这个柴香柠檬，所以我等一下喝给大家看。这一家的菜盘是采自助式的，这边看到了你都可以吃到饱。那我觉得他们家最厉害的就是丸类、饺类特好吃。这些主食的种类啊，其实我觉得跟一般连锁的差不多。那东西呢，我觉得有比竹间啊、肉多多那种连锁再少一点，可是我觉得品质呢有再更好一点点。这边是它的可乐机，比较可惜是没有 Zero 的可乐，但是我们就是常常告诉大家，雪碧的下面呢，其实那个小按键就是无糖的气泡水。这边是双麒麟机，那我们觉得有这个巧克力的冰沙非常的赞。这有冰淇淋，你上次有吃过这牌吗？我觉得中等。这台饮料机呢是现在很多连锁店也都会有的，然后再来是咖啡，它的咖啡还蛮不错的哦。对，我觉得它咖啡还蛮值得喝，而且里面有那个巧克力，像我们上次我们滴滴来，哇，马上就是要喝那个巧克力的。对，他在吃饭之前就先喝了2-3杯。在这边主食也有白饭跟卤肉，它的卤肉饭超级无敌好吃，我们晚一点再吃给大家看。
然后再来呢是酱料，酱料的部分我觉得跟一般的店都差不多，它又多了一个腐乳酱。那如果你有点羊肉的话，这个腐乳酱可以搭配起来非常的完美。点的是奢华海鲜锅双人套餐，这个价钱呢是1388，里面超丰盛哦，有一只青龙这个龙虾，整只的，炒虾、白虾、小卷、扇贝、生食级干贝、鲍鱼，还有鲈鱼、鲷鱼、蛤蟆，真的很多啊！我们本来是之前来都是点海陆，因为有一些肉会比较饱足感，可是我们前面吃蛮多的，这个我都还不知道吃不吃得完呢。对，但我们上次点肉啊，它肉的品质也真的是蛮棒的。我们先夹点东西来开煮喽，先从龙虾开始下去好了。一人一半，感情不散。哇，你看有黄哎！哇，谁受得了啊？鲍鱼、小卷、干贝、鲈鱼，他们家鲷鱼特别好吃。哇，炒虾跟白虾一起下。哎呦，你这次学乖了哦。对，其实这东西很快就熟了，所以千万要专心的顾好啊，不然很浪费，你知道吗？马上滚就要拿起来，不然等下老掉就是浪费了。我们刚刚看到龙虾来，太兴奋了！大家千万在下东西之前要先试喝一口汤，他们家的汤底真的有够棒。我跟你讲，你等下吃每一口东西都像喝一碗汤的感觉一样。就它里面啊，那个柴鱼真的放了非常多，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喝到一碗就是店家精心为你熬的柴鱼汤一样。哇，先来吃一下青龙。哦，我们上次青龙是加点的，因为它好像菜单里面有一个，就是你点了什么套餐，然后满500元以上就可以399加一只，对不对？对。青龙，然后我们就加了，上次就觉得好好吃哦。哦，这肉超 Q 弹的。我觉得蛮幸福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就算用加价，或是你单点这样子2人套餐，我觉得都很划算，而且这 Q 弹的肉，没错，新鲜的。我最有印象就是它这个一咬下去全部都是那个柠檬汤汁，而且要柠檬汤汁就可以衬托出那种海鲜的鲜味。没错，我很推荐大家吃那个柴鱼柠檬的，真的很好吃。再来吃一下鲍鱼，这个就一口啦。鲍鱼这种东西就是你的汤底是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最能够照妖镜了。新鲜就是好吃。再来就是东北角小卷，它还蛮大只，我刚刚以为是套 Q。对啊，鲜甜我跟你讲，我刚都忘记要沾酱油了。我跟你讲，我们这几个礼拜，然后每个礼拜天都很想要再来这边吃，然后因为小孩都很不想要出门，因为我们平常拍摄就常常拉着他们出门，所以他们觉得很累。不然我们是很喜欢，而且外面还可以喂鱼。他们跟其他小孩不一样，觉得最幸福的日常是赖在家里。这个是炒虾，我们来试试看。每次剥虾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有虾土豆的手，它剥虾真的是超级无敌快的。他用4根手指头。可是这里的虾也剥很快哎。炒虾一定比较好吃，绝对是比白虾好吃的。很鲜甜，很有虾味。它的肉质呢是非常紧实的，大家注意这些海鲜的东西千万都不要煮过头。另外还有2种鱼片，鲈鱼跟鲷鱼，那这个东西呢也是非常新鲜，很棒。你如果想要再加点的话，这一盘好像都是几十块而已。他们家的东西都很真材实料，我觉得都很值得点。再来试一下它的蔬菜哦，这个蔬菜呢，因为浸润了这个很好喝的高汤之后呢，它就变得非常的厉害。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丽菜而已。对，然后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觉得好厉害哦，怎么这么好吃的青菜？结果就是汤底厉害。我跟你讲，它这边虽然有很多酱，可是我每次都觉得我酱好像就是一个白拿的。会忘记要沾酱。没有，我跟你讲，它的酱油也很好吃，所以后来你再吃腻了，觉得说，味道可能有点淡了，再加一点酱也很好吃。一个转味的关键，这样。对，吃东西就是这样，吃一吃那个基本的口味，然后慢慢加一点什么，哇，吃起来就是好像不同的几道菜一样。现在这个蔬菜啊，除了本身高丽菜的甜之外呢，再加上柴鱼还有柠檬的香气在上面，让它的层次感变得很丰富。总之，我们这一切所有就是觉得它汤底特别厉害，然后料都好。我们就继续用餐啊，其他东西不赘述，我留给大家自己来品尝看看吧。蛤蜊好大一个，也千万不要煮太熟。
最后期待的环节了，要来吃一碗卤肉饭。它卤肉饭真的有够邪恶的。它的卤肉其实还蛮特别的，肥瘦都有，往下捞呢，瘦的都沉淀在下面。那你如果喜欢吃肥的，就捞上面的。哦，真的有够邪恶，走回座位。可以直接去外面卖，对不对？他如果下班的时候有人要经营的话，整锅卤肉丢给别人，然后好的饭煮哦，门口摆一摊就可以再卖晚上了。宵夜场。对对对。这一碗卤肉饭足够我们用一个专业的篇幅来评价它。真的。它的酱油呢，不是那种死咸油腻的，它蛮清爽的，说真的。然后有稍微带点甜味。不带甜，其实算蛮甜的，因为你蛮喜欢吃甜的。对。我觉得它让我想到那个天一香肉跟笋，有没有？有鸡董票口那个。对对对，一样是属湿润型，没有做那么的肉酱感。可以吃一下，可以吃一下。这一来你会吃好几碗的啦。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压箱宝美食之旅。那其实我们觉得一路走下来啊，我觉得那个鲜鱼汤真的非常的惊艳。然后再来就是最后的这一间火锅店呢，这个真的是我们藏在名单里面很久很久的店。那当然中间的这些小吃呢，也都是我们其实有些是吃过很多遍的，有些是看到别人推荐，然后放了很久很想来尝试的。那我觉得这中间呢，就是当然大家对于这个价值呢，心中一定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你也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些行程跟来吃吃看，或者是依照自己的喜好拿掉一些之类的。我们之前也有推荐过其他的火锅，但是就收到观众的反馈说，他觉得去吃那个火锅呢，跟去渔港吃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觉得不值得去。可是这样子说来，我们觉得蛮伤心，因为火锅就是火锅，它跟渔港或你买回家煮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会这样推荐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跟你家里附近啊吃到的火锅海鲜品项去相比的话，它是 CP 值高，然后呢品项又新鲜，所以我们是基于这样子的原因去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些去做选择的时候，必须要斟酌自己的喜好。对，然后请认清楚，这些东西是不是你要的。最后，我觉得北海岸其实就像我们的后花园一样，因为我们住在淡水嘛，每次跑这一带呢，就会觉得很轻松、很 chill。那今天就是把我们这个轻松的行程啊，分享给大家。那如果这一带呢，还有什么美食是我们不知道的，再请大家推荐给我们。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轻松一下。这样，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喽，大家拜拜。哦，对，今天我们真的是超级饱，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删减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很推荐那个咖啡啊，如果有去的话，有人有去的话，可以跟大家留言一下。这是我今天最遗憾的事情了。对，好，就这样，拜拜。